给你一部宪法是为了让你下跪，给你一张选票是为了让你闭嘴。人类政治史上最天才也最阴毒的设计莫过于此。它看起来像是一座通往现代文明的民主大厦，但当你推开门走进去，才发现里面的每一根柱子都刻着中世纪的奴隶契约。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就是这样一座大厦，它的设计师俾斯麦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智慧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道理：最高明的统治不是不让你说话，而是让你说完之后发现自己说了个寂寞。1871年1月18日，凡尔赛宫静厅，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违和感。这本该是一个国家新生的庆典，但现场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文官。这全长73米的大厅里挤满了5大3粗的军人，他们穿着沾满硝烟的军装，踩着法国人的地毯，在那条仅有10米宽的狭窄通道里，用刺刀和军靴把威廉一世推上了皇位。这场仪式是整个帝国性质的全息缩影，它的地点是在法国的凡尔赛宫殿，证明了它的合法性源于对外征服，而非对内契约，宣告了它的底色是军装比西装高贵，命令比法律好使。它不是从民意中长出来的，它是从战壕里爬出来的，这就注定了它的基因里只有服从，没有协商。建国之初，俾斯麦做了一个违背他理性直觉的决定，吞并阿尔萨斯和洛里。从地缘政治看，这是自杀，这等于告诉法国人，只要我不死，你就别想活。这让法德世仇变成了死结，但从国内民意看，这是必须，因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高喊，那是说德语的土地必须回家。这里暴露了俾斯麦体系的第一个 bug， 由于缺乏合法的民意宣泄渠道，政府只能靠喂食民族主义鸦片来维持支持率。为了讨好民意，俾斯麦不得不吞下这颗毒药。他以为自己能压得住药性，但他不知道这药会上瘾。后来的德国为了维持这种爽点，只能不断寻找新的敌人，直到把自己送进世界大战的火葬场。作为一个天才设计师，俾斯麦面临的难题是怎么把25个不想听话的小邦国和一个想当霸主的普鲁士以及一群想要民主的老百姓留在一个公司里。他设计了一套极其复杂又极其精妙的系统。对邦国，你们还是叫国王大公，在自己家里接着说了算。对于普鲁士，上议院里普鲁士有17票，只要14票就能否决一切。也就是说，哪怕全德国都反对，普鲁士说不行，那就是不行。对百姓就给你们选票，25岁以上男人都能投，反正你怎么投还是我说的算。这套系统看起来是个四不像，有皇帝，有议会，有联邦。俾斯麦自己都承认，法律就像香肠，最好别看他们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能吃就行。很多人以为德意志帝国就是完全专制的地狱，其实不然，它的议会是民选的，这在当时的欧洲相当时髦。俾斯麦搞了一部看起来是非常超前的宪法，他给了所有25岁以上成年男性普选权。要知道，那时候连英国这种老牌民主国家都没做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被阉割的民主，议员们可以在里面吵架、拍桌子，但他们没有立法提案权，而且皇帝看谁不顺眼，随时可以解散议会。宰相俾斯麦只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他就像一个拿着鞭子的驯兽师，议会这头狮子虽然能吼2声，但只要鞭子一响，最后还得乖乖跳过去。让你给钱就必须给钱。当时的德国政治版图是这样的：中间派就是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住在城市，读过书，想搞宪政、限制皇权，这是俾斯麦最大的敌人。底层派就是住在农村，没文化，极其保守，听牧师和地主的话，死忠皇室。俾斯麦这一招普选权就是一招越过中间打底层的绝杀，他利用人数众多的农民手中的选票去淹没城市中产阶级的反对声。他给了你选票，是因为他算准了你会选他，因为他们经过1000年对于神圣帝王的熏陶，威廉一世就算整一坨席都是香的。这种设计在当时看是务实，在后人看是隐患，因为他培养了一种政治巨婴心态。既然我们投票也没用，那干脆就听强人的吧。这种心态为后来纳粹的集权统治留了一扇没关严的后门。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就像一个穿着盔甲的巨人走钢丝，他看似强大无比，但这身盔甲是拼凑的，他既要照顾普鲁士的霸权，又要安抚巴伐利亚的面子，还要应付自由派的嘴巴。俾斯麦作为一个伟大的杂技演员，在他活着的时候，靠着高超的个人技巧，让这个巨人稳稳地站在钢丝上。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杂技是不能遗传的。当他老去，当后来的继任者没有他那样的平衡术时，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帝国，注定会从钢丝上跌落，摔得粉身碎骨。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他有没有一个英明的领袖，而在于他有没有一套笨拙但稳固的制度。英明的领袖能带你走捷径，但只有稳固的制度，能保证你在领袖发疯的时候，不至于把车开进悬崖。所以西方的民主并不民主，是被绑架的民主。